今天我来讲一个中医药方面的话题。大家如果在中国吃药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反差：你吃这个化学药的时候，看那个不良反应那一栏里头往往会看得心惊肉跳。为什么呢？一般的这个化学药这个不良反应都会列很多条，有的列10-20条什么肝损伤、皮肤过敏，或者是心悸、失眠、头疼等等。那么看完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药还能不能吃心里都直打鼓。但是如果你要是看中药的话有的中药不良反应干脆就没写，有的呢写的话也就写个尚不明确。什么叫尚不明确尚不明确就是我不知道嘛。那禁忌症里头了不起就写一个孕妇忌服。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一般都认为中药的不良反应比较少，毒副作用比较少，而西药的这个毒副作用比较大。为什么？你看西药那种不良反应一写10-20条，中药呢人家就是一个尚不明确。尚不明确啥意思尚不明确就是说我不知道。那为什么人家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人家毒副作用比较小嘛，人家这个药吃进去没事儿。如果那毒副作用比较大，那比如说那龙胆泻肝丸或者云南白药一吃进去之后立刻就晕过去了，马上就昏厥了，休克了，那毒副作用就比较大了。吃进去就没事嘛，正常走那这个时候就说明人家毒副作用比较小。所以你看中国老百姓的观念都是这个药品说明书里头塑造出来的但是中国的中药到底是不是毒副作用比较小，不良反应比较少呢？那肯定不是实际上不明确一方面是我不知道，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知道也不告诉你，真的不告诉你。但是最近大家都知道国内的媒体在报道，说到今年的7月1号中国所有的中药这个不良反应这一栏再也不能写尚不明确了。如果你再写尚不明确的话，就要下架了。为什么呢？因为2023年这个国家医药管理局出台了一个规定，就是已上市的中药在注册的时候就对你这个不良反应这一栏做出了要求，说你如果再写尚不明确的话，就不能再给你重新注册了，不能注册，你这药品就不能再上架了，就得下架了。这个有3年的过渡期，这3年的过渡期到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算是截止日期。所以许多人都说了，大考中国一共有9000多种中药如果你再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就再不能上市了。你看这里跟西药跟化学药合并管理了，统一标准了，所以大家都欢呼这是一个进步的决策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规定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它的效果又到底如何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新闻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西药它呢能够写清楚不良反应。那是因为化学药在上市的时候，我们讲了它需要做4期临床。在4期临床之前呢，还有临床前研究。所谓临床前研究呢，一般来说也分这2个阶段。第一个就体外实验阶段，你觉得这个药物本身有效，先做体外实验。体外实验把那化合物跟那个有些东西放在一起来做实验。这个实验完了做完呢，就做动物实验。动物实验先做那个大鼠实验，做完大鼠实验再做猴子实验，在猴子身上来验证这个药本身是不是有效。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就开始做人体实验了。人体实验一共4期，第1期呢一般来说叫安全性实验。所谓的安全实验就是来验证这个药物本身是不是安全，它的不良反应到底都有哪些。具体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也要采取双盲的方式，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吃的是安慰剂，一部分人吃的就是这种药，甚至有的对照的是现在已经有的治疗这种疾病的其他药物，可以做对照组。做这个实验来吃这个药，然后来统计不同的这个分组中间到底有哪些不良反应，把这个不良反应都详细的把它测出来。为什么要测这个药品的这个不良反应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人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肯定要考虑一个收益比，就是你治疗什么病，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良反应嘛，这个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治疗癌症的时候有化疗，化疗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良反应，就头发会掉光，那这个代价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女孩子，你想想做化疗的时候头发一下就掉光了，很难看。但是治疗癌症我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癌症如果你不治疗的话威胁人的生命所以治疗癌症的药物我们头发都掉光，这个成本
或者这个代价都是值得的。但是假如说你治感冒，你这个就把头发给吃光了，这就不值得了，对不对？因为治疗感冒，一方面有很多其他安全的药物，另外一方面，感冒这种疾病啊，它不危及人的生命嘛。你就算是你不用药物治疗，你在家躺几天，多数情况下也就好了。自限性疾病，所以不同的药物，我们愿意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衡量这个代价跟收益之间的关系呢？你首先要搞清楚你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都有什么。所以临床1期就是在测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究竟都有什么。然后2期和3期是有效性实验。到了这个有效性实验通过之后啊，这药物就上市了。上市之后呢，一般来说还有一个4期。这4期呢，实际上主要又是搜集这个药品上市之后的不良反应。因为啊，前面你的临床1期的时候啊，你不一定都能够把一种药物的不良反应都给测出来，因为药物的有些不良反应啊，它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反映出来。你可能吃1个月没事，吃2个月没事，因为有些长期的药物，你像治疗高血压的药物，你需要终身服用啊，那你可能吃5年以后才会出现显著的不良反应。所以药品上市之后，仍然要继续监测它的不良反应，然后如果有严重的不良反应回溯过来之后发现，有的呢要提醒大家要注意，有的呢可能就直接下架了。你像当年著名的反应停事件，那实际上是药品上市之后，大家才发现了这个药物啊有可能导致啊这个怀孕的婴儿都畸形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对于现在的化学药，它在上市过程中间，针对不良反应啊，它有一整套的这种检测、试验、统计、回溯的系统。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化学药的不良反应这一栏才可以写得这么详细。那么与之对比的，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中药啊它写的个尚不明确呢？首先，我们国家这个中药啊博大精深啊，早期有华佗啊，有李时珍呐，那为中国人民治疗了很多疾病，对不对？刮骨疗毒，然后呢，很多皇家的秘闻什么都是这个中药治的啊。当然治不治得好，咱就不知道了。但是过去古代我们中国确确实实留下来了这么多这个中医药啊，长期在民间就在使用。那么当我们国家这个药物监管体系啊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些中医药呢长期都在用呢，怎么办呢？所以98年之前，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这些中药啊，在上市的时候啊，并没有进行过任何双盲实验，就类似于化学药的。当时就认为，你想这些药嘛，都用了几千年了，都没什么事儿，对不对？所以呢，就不需要进行双盲实验了。还有中医有一套理论，中医经常说，你不能用我们西医那套标准来要求中医，为什么呢？中医是辨证施药，一人一方啊。那你搞这个双盲统计，那你就是每个人你都得用同一个标准，你搞人群中间统计，这不行，这不符合中医原则，这是2套独立的体系。所以中医我们只能按照中医的标准来要求，你们西医按照西医的标准来要求。所以在98年之前，中国有几千种啊中药上市，但通通都没有做临床实验。后来大家都知道，那个郑晓瑜当了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局长，就把地标升国标。地标升国标的时候啊，实际上这是一次在中国提高药物标准的机会。但郑晓瑜呢，这个人呢，不但没有提高机会啊，你只要各地给他钱，哪个药厂给他钱，他就给你发一个批号。这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中国的中药的品种啊，按照国家药典颁布的这个批号呢，有多少呢？一共有59000多个。中成药的数量呢有9000多个，生产中药的企业呢有2800多家。这是截止到2018年，此前更多啊。那么这些药物呢，在地标升国标的时候也没有进行双盲实验，那于是我就不知道嘛，那只好写什么？只好写尚不明确嘛。那么我们国家在2000年左右啊，对所有的化学药都要求你的不良反应要写清楚。但是呢，这不良反应要写清楚的话，遇到这个中成药怎么办呢？2006年的时候啊，那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就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说对这个中药、天然药物啊，你涉及到它的毒理、不良反应或禁忌症的时候啊，你可以不写，你可以不知道你就上市。因为什么？国家的监管部门的人呢，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他们认为中药可能的确毒副作用比较小，
另外一种可能就他们都被这个中药企业给贿赂了，然后呢就出台了这么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到2008年的时候又把它正式的法律化了，就是给了中药一个特权，就是中药不需要做临床双盲实验，你就不需要在这个毒副反应、不良反应这一栏里头把它写清楚。那由此中国的药品监管就形成了2套独立的系统，一套独立的系统就是现在的化学药，严格按照西方的标准，按照全世界的标准啊，这个药品的上市，包括不良反应的统计情况，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的。但是中药是一套独立的系统，这套独立的系统就是说，在不良反应这个地方就是写尚不明确，甚至你这个中药在上市的时候也不要求进行任何的双盲实验。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啊，那你说中药它尚不明确，它到底有没有毒副作用啊？那肯定是有的啊。那我们过去都做过很多期节目了，龙胆泻肝丸事件，对吧？那当时导致了10万人那肾病啊出了问题啊，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而且还不是中国人发现的啊。那么关于中药方面的毒副作用啊，在中国它其实它不是通过药品的临床前实验来完成的，而是通过这些人大量的吃中药啊，慢慢的发现了问题。因为中国后来也建立起来了一个药品的不良反应中心，这个药品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啊，就要求你每个地方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之后，你要上报。上报之后呢，国家是统计，如果针对某一种药物特别多啊，那可能就是这个药物的问题。那么在中国啊，2000年之后，大量的药物不良反应都是跟中药有关的。我记得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你比如说中药注射液里的鱼腥草注射液，这鱼腥草就是中国的云贵川那个地方，很多人喜欢吃那折耳根。这折耳根呢，民间就认为啊，它可以治疗感冒。后来呢，发扬祖国的传统医学嘛，就把这折耳根呢开发出来了中药注射液，就叫鱼腥草注射液。当然它没叫折耳根注射液啊，这折耳根给人感觉像食品，不太像药品，所以就叫鱼腥草注射液。我小的时候还打过。但是这个鱼腥草注射液呢，这个注射的过程中间严重的不良反应啊，主要是休克。其实大量的中药注射液的不良反应都是休克。你看的什么洗盐瓶注射液啊，各个方面的丹红注射液啊，他们的不良反应多数都是休克。为什么休克呢？因为中药注射液很难提纯，然后这里有很多大分子，这些大分子直接注射到你的身体里头，你想想，相当于把折耳根给你注射到血液里头了。你折耳根平时都是吃的，对不对？要经过胃来消化，现在不用消化了，直接给你打到血液里头去了。这就相当于把饺子直接给你打到血液里头了，大概就是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导致大量的孩子过敏，过敏的结果就是什么？出现了相当多的死亡案例。所以这个事情呢，一开始啊上报到国家不良反应中心，他们还没重视，结果这个案例一直延宕拖了5-6年，全国各地死了许多孩子，结果最后才发出了警示通告。这就是折耳根事件啊。那折耳根事件呢，它因为是注射液，它的这个不良反应还是比较及时的，打完之后这孩子可能就抽搐了，然后就不行了，再抢救，因为过敏嘛。但是大量的中药啊，它实际上这个不良反应啊，它没有这么明确的及时性，所以实际上挺难发现的。这里头比较典型的就是何首乌的肝毒性。大家都知道何首乌啊也是非常著名的一味中药啊。中国人看这个何首乌啊，就觉得它长得像人形，黑不溜秋的，大家就觉得这何首乌不简单。你在地底下长出来的像人，那这个肯定很神奇。其中黑不溜秋的中医的主要理论呢，基本都是缺哪儿补哪儿。他一看这黑不溜秋的，他就觉得能够治疗脱发和白发。你比如说中医就认为吃黑芝麻糊能够让白发变黑，当然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可笑的啊。那你吃酶说不定都可以让头发变黑呢，对不对？它不是说你吃黑的头发就变黑了，那是有一套整个的生长机理的。但中医就是这么认为啊，认为何首乌可以治疗脱发和这个白发，所以民间很多人就用何首乌炖鸡汤。然后呢，我们的中药里头有何首乌的这个药物也非常多，主要也就是用来治疗脱发和白发的。但是大概就在2004年，许多地方的肝病医院就收了大量的患者。这些患者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吃了含有何首乌的药物。
平均是吃了9周之后就出现明显的肝病了，一查都是吃了何首乌。那很多医院就反映啊，说这何首乌是不是就是有肝毒性呢？于是有一些医院就做了一些回溯性分析，发现的这个相关性特别强，于是就把这个信息上报给了国家的药品管理局的不良反应中心。后来好像是一直到2013年，国家才正式出台了一个警示性通告，说何首乌这个药物不能乱吃啊，这真的是有肝毒性。后来我看了有一些医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也基本上搞清楚了何首乌中间的哪种物质导致的这个肝毒性。这个案例我想说明什么呢？就大量的中药啊，它其实啊，它的毒性不是即时性的，都是慢性的、蓄积性的。那么这种蓄积性的这种毒副反应啊，或者这种不良反应啊，你是通过一般人的个体经验感知是很难发现的。而这个只能通过什么呢？就是大量的不良反应监测的病例蓄积在一起才发现。我这里要讲的何首乌的这个药物啊，当时导致的不仅仅是肝毒性啊，很多死亡案例啊，这种状况跟那种西药，也就是化学药，在临床之前、上市之前就做安全性试验，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就是，中药实际上是把全国人民每一个吃中药的人都当做实验的小白鼠，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个药本身呢有没有毒，就是尚不明确嘛，尚不明确就让你吃了吗？那如果吃了之后吃死了，对不起，我会把这个信息上报给国家有关部门。如果吃死的人足够多了，那国家有关部门就会出台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就说，哎呀，这些药物大家吃的时候小心一点，剂量低一点。后来这些年啊，10-20年，国家医药管理局啊，一共总结了28种明显有毒的中药，然后呢也发了警示啊。这些哪些呢？我给大家念一下。比如说叫附子、雄黄、砒霜、水银、川芎、草乌、雄黄、半夏，这些一共28种。这些中药现在都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证据，就是证明它们就是有毒，而且毒性还挺大的。那么紧接着这问题就来了，那么这些毒性很大的药物啊，大家现在去看一下它的药品说明书到底怎么写的呢？我看了有一篇论文，他把这个10几年前中国的药品不良反应中心啊所警示的中药啊，他做了统计，一共有410种中药啊。这410种中间有3种是国外来的中药，国外也有中药啊，这个中药不叫中医啊，就是天然药物嘛。国内的是407种，这410种的药物中间啊，其中写着尚不明确的是302种。你想想，那么多不良反应都报上去了，但是实际上它这个写尚不明确的就有302种，这比例是相当高了。我看另外一篇论文里就讲到，中国的中药里面啊，这个不良反应里头写尚不明确的，大概平均占到90%到95%。然后这篇论文里头要讲了，这410种药物中间，明确含有我刚才说的那28种有毒的中药药材的，一共是20种中药。这20种中药，就是说药品的药材列表里头就明确有刚才我说的那什么砒霜啊、水银啊、川芎啊、附子啊。那这20种中药里头，它的说明书上不良反应，其中有13种写的还是尚不明确。这13种写的尚不明确的，包括很多大名鼎鼎的药物，比如说6味地黄丸，同仁堂的6味地黄丸里头有这个雄黄，雄黄是明确现在已经知道就是有毒，好像是3氧化二砷呢，它的化学成分啊。还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大家很多不是说了吗？藿香正气水可以治感冒发烧，还治什么治上火。中国人没事搞一杯含酒啊，含酒精啊，这个你要喝完之后，警察测你都是可以测出酒驾来的啊。但最重要的是藿香正气水里头啊，它含有一种药物呢，叫半夏。这个半夏这个药物啊，也是明确属于国家药品管理局明确警示的28种有毒的中药药材中间的一种。但是藿香正气水它的那个不良反应里头写的也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尚不明确。还你比如说云南白药膏，云南白药膏里头含有一种药叫做什么雪上益脂膏，这个药物呢也是明确含有有毒的物质的。
还你比如说安宫牛黄丸，这里头也是含有雄黄，就这些药物都是明确含有有毒的药材，但是它们的不良反应里头都写着尚不明确。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其实企业可能已经知道它这个药有毒了，而且它那个不良反应还很严重，但是它就不告诉你。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数据来自中国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国的药品的不良反应99%来自于医生的上传，只有1%来自于企业自己的上报。这个比例是不是大家觉得不太合乎常识按道理来讲，你这个企业你制造出来的药物你应该更了解，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企业本身它不会上报的，为什么？他怕上报完了之后对他自己不利那有人说了，那可能医生本身在用药的过程中更容易发现其实我跟大家讲，医生其实上报不良反应中心的利益驱动也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旦上报的话，他往往跟这个医疗事故有关。你说你给人吃了这个药，结果人家吃死了，或者吃瘫了，或者吃出毛病来了，人家是不是要找你医院呢？所以医生也不愿意报就医生不愿意报的情况下，你想想，99%来自于医院报的，只有1%来自于药企。那药企有没有他知道之后还不报的呢？这就多了。我看那个一篇论文里头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中国有一种治疗关节炎的胶囊，2007年上市的。2007年上市这里头，它明确含有一种有毒的药物。结果呢，这个药物天天在网上打广告，打广告之后呢，卖得非常火到了2012年，这个药物重新注册的时候还写着尚不明确。然后呢，到2015年是国家药监局给他压力了，说你必须得改，他才改。写这个论文的作者没敢写这个药物的名字，我查了一下，这个药物的名字叫曹兴华胶囊。曹兴华胶囊号称就是治关节炎的，它的药物里头还有附子，附子是剧毒然后呢，他天天打广告，卖的可贵了，一盒药好卖700-800块钱，中药当然我估计主要都是回扣那么后来这个药物上市之后呢，这个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不良反应中心就监测到了大量的关于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有心悸、高血压、发烧、这个腹痛等等。结果到了2012年，这个药物在注册的时候还写上不明确。后来2015年，国家药监局责令他必须修改，才好不容易改回来。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企业明明知道他自己这个药物他有不良反应，他也不愿意告诉消费者。其实就在于他担心写完了一大长串，这不良反应大家不买了嘛。这就是今天中国中药这个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那我们就接下来要分析了，就这次新的这个文件它究竟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让中国的中药跟中国的化学药在不良反应这一部分它完全达到一致性标准呢？在我看来非常难。为什么非常难呢？其实这一次这个标准它针对的说白了不是你现在已经上市的主流品种。大家如果看一下中国的药品监督管理局从2010年到2022年这12年左右的时间里头已经让大量的主流的中药品种做了这个说明书的修改。你就比如说云南白药，我们都讲过了不良反应它现在已经改了。还你比如说大名鼎鼎的片仔癀，片仔癀也是咱们国家8个保密配方之一这8个保密配方之一，我们过去都讲过很多了，这什么龙胆泻肝丸什么云南白药这片仔癀也是大名鼎鼎，被号称是药中茅台。前2年中国疫情期间，还很多人都说片仔癀能够防疫情，所以呢价格涨得不得了一盒涨到1600块钱当然现在已经跌下来了，跌到400-500块钱了这片仔癀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说明书上写的就是尚不明确。但是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让片仔癀你赶紧给它改了，必须得改。后来片仔癀就把它那个不良反应给改出来了。还比如说6味地黄丸，那也是大品种现在也改了，过去都是尚不明确那么这个主流的品种现在一共改了多少个呢？改了100多个。那么剩下的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中国有9000种中药，这9000种中药实际上在市面流通的实际并不多，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改革啊，主要针对的是长期不怎么上市的那些僵尸药。因为对于中国那些药企来讲，它有些药品呢，它都拼命的拿这个批号，我现在不生产我也拿批号，所以很多中药的企业手里攥着一大堆药品的批号，但是这些药品呢本身可能并没有在市场上流通，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啊，可能针对的主要是这些僵尸药，对于主流品种的这些药几乎大多数都已经过关了。另外一个方面，大家去看一下具体的这个规定啊，这个规定就是说，如果这些中药企业要想修改这个不良反应这一栏啊，它跟我们的化学药要修改不良反应这一栏，它的这个程序和整个过程啊，那要求那差10万8千里。如果一个化学药你要修改不良反应这一栏，你就必须重新做双盲实验。比如说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到你这个药品可能有严重的不良反应，可能要给你下架，要给你召回，之后你这个药品如果重新上市，你必须重新做临床的安全性实验。临床安全性实验你做完了之后提交报告，才有可能给你重新进行审批。这是对于化学药。但是对于中药，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已上市中药啊，重新申请不良反应的这一栏他怎么弄呢？他说不需要重新做双盲实验。他说有几个来源啊，你这个不良反应，一个是国家数据库的数据，国家不是有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吗？告诉你了，你这个药有一些什么不良反应，你就记下来了，对吧？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文献就是说这个已上市的药物啊，别人可能做过一些研究，说你这个药物可能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那个片仔癀。这片仔癀我就看有一些医院人家也做它的不良反应分析啊，我看它的不良反应有肚子疼，就是吃完片仔癀，因为它里头冰片嘛，对不对？还有比较夸张的，说男性吃完之后可以导致生殖器皲裂，还有比较严重的就是导致湿疹。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片仔癀不能乱吃的啊！你们想一想，很多男性朋友啊，你吃片仔癀，这效果也是挺可怕的啊。那么这些文献，人家如果要是已经罗列出来了，那你片仔癀，你在写不良反应的时候，你就可以写了。你说这不良反应有可能导致男性生殖器皲裂、湿疹，这可以。这就是你利用已发表的文献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也可以自己搞数据。这自己搞数据，鼓励你搞双盲实验，但你不搞也没关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重新写这个报告，然后搞专家评审。专家评审之后呢，然后再通过，这个你就可以上市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标准跟那个化学药的标准相比啊，那低多了，对不对？那化学药是要求你重新做临床实验呢，重新做双盲实验呢，但是你现在这个中药是完全不需要做双盲实验的。还基本上还属于一个感性认知的范围，还是把全国人民当作小白鼠嘛？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其实啊，距离统一标准差得远的。我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做这个临床的安全性实验啊，其实不仅仅要看药物本身的不良反应，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不同药物相互作用的有可能出现的反应。因为现在人有病啊，吃好几种不同的药。那这几种不同的药在一起吃是不是安全呢？它会不会产生新的效果呢？这都是药物的临床试验、安全性试验过程中间必须要验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医药所谓的安全性试验没有，你就没有办法测试这种药物跟其他种药物啊一起吃会导致什么结果，根本谈不上药物之间的作用和反应。所以你看这个中药啊，这个所谓的不良反应，在中国的监管体系下、制度体系下，它有多么的可怕。说完这个啊，其实我们再往前讲一步。中国由于有中国的专门的中医药管理局，它虽然理论上隶属于国家的药品管理局啊，但是由于自成体系啊，因为习近平本身非常信中医啊，那讲啊，中医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啊。这传统瑰宝嘛，一般人就不太敢动了。但这个过程就导致了中药的监管体系是完全没有纳入到现代药品的整个监管体系中。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安全性实验，或者说这个不良反应，这只是一个药品上市之前
的一个前置性程序，我们现在在中药上是完全做不到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后果就是让全国人民做小白兔、做小白鼠、做这个猴子，然后你用自己的身体亲自测出来，你吃完之后会不会死？当然，其实还有更严重的，就是药本身有没有效啊？靠什么来验证呢？对于化学药来说，它是通过临床的2期和3期来验证它的有效性。中药仍然没有这一关，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9000多个中药，它到底吃完之后会不会有效呢？到底有没有能治病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药品的那个主要功能那一块啊，我建议我们的中药都应该写上尚不明确，因为你也没做实验呢，你怎么能证明你就能治好这个病呢？你说你这毒副反应说我不知道，你其实应该在药效这个地方也写着尚不明确。假如说把药效这个地方写成尚不明确，我不知道，你看还有人买吗？没人买了吧？那为什么他没有做临床实验，结果在药效这个地方写的是就是治疗这个、治疗那个、治疗这个、治疗那个，但是到了毒副反应这个地方就说我不知道呢？所以从我们未来的这个监管发展的角度来讲啊，只有把我们的中药完全纳入到现代医药的监管体系中，你的安全实验你做完了之后，把你的毒副反应写出来，你的有效性通过临床实验做一致性评价，你跟其他的药物做一致性评价，你能做出了一致性评价了，那你这个药物你就写出来你能治什么病。如果你写不出来，那都得写成尚不明确。那我觉得那个中国的中药才算是纳入到了我们的整个现代医药的监管体系中间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们还是要为这个政策啊说几句这个客观的话，就是这个政策的出台啊，毕竟使得我们的中药监管体系向着现代医药监管体系迈出了一步。尽管这一步啊迈出的非常有限，但是呢，这个方向是值得鼓励的。我们希望他们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胆子也更大一点。那么如此呢，中国的老百姓啊才不会成为这些中药企业的小白鼠，才不会成为他们实验动物。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身高1.8米，人送别名青铜侠。这尊针灸铜人雕塑是习近平主席2017年访问世卫组织时带去的礼物，如今树立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卫组织总部，见证中国对传统医学的传承与守护。这尊铜人的原型诞生于近1000年之前，北宋医官王维一整理研究了前代有关针灸学的文献，铸造了2尊铜人模型供教学试炼。习近平主席在赠送针灸铜人雕塑仪式上的致辞中说道：“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传承1000年的中华瑰宝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中医药文化正深入千家万户，走向世界各地，快步融入国际医药体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